是我整天酗酒打老婆，最终妻子无法忍受，带着2个孩子投河自尽。那一刻我悔恨不已，跪在母女坟前喝下一整瓶敌敌畏。再次睁开眼，我重生到了70年代。为了弥补上一世的遗憾，我靠着挖野菜日进斗金。轻点，床都塌了。闻言，我盯着身前的女人，熟悉的记忆浮现在脑海。媳妇，你没事吧？你居然会关心起我来了。整理好衣服，她朝屋外喊了一声，2个小姑娘跑进了屋里，大的6岁，小的才3岁。妮妮、小朵，到爸爸这来，爸爸抱抱。可2个女儿却都跑到了老婆身边，死死地抓着她的裤子，眼中没有欣喜，只有害怕。13，你又打什么鬼主意？是不是又想将妮妮和小朵送人？你还是不是人？她们都是你的女儿，就是畜生都知道护着犊子，你连畜生都不如。你骂得很对，我的确是畜生不如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妮妮和小朵，我会改的，会让你们娘仨过上好日子。闻言，童倩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这畜生居然会承认自己错了，还说会让自己娘仨过上好日子，狗改不了吃屎。狗改不了，我能改。以前是我不对，不珍惜你这么漂亮的媳妇，2个女儿也随你，生得可爱好看，我会成为顶梁柱，撑起这个家。难道他真的肯改了？终于懂得心疼自己，心疼女儿了。妈妈，我去看看太阳。说完，妮妮忽然跑出门外，疏忽又跑进屋。妈妈，太阳在西边，他不会是在撒谎吧？现在是下午，太阳当然是在西边，早上太阳才在东边。放心吧，爸爸往后会照顾好你们。我伸手想要摸一下妮妮，可她却有些怕，往后躲了躲。我又看向小女儿，还没开口说话，她就缩回了脑袋。我也要去看太阳。我去做饭。走进厨房，看着米缸已经快要见底了，菜也只有白菜，盐也没剩下多少。这个家真的是穷得叮当响。他真的在给我们做饭，真稀奇。半个小时后，我将饭菜端到饭桌上，好香哇！是米饭，家里好久没吃米饭了，一直都是稀饭，都不顶饿。 2个娃很高兴，可看到米饭还有油光满满的白菜，童倩却很惊恐。你把家里的油跟米全用了，油没剩多少就全用了，白菜得用猪油炒才香，下次搞点猪油，多吃点米饭，米饭顶饿。我难道不知道稀饭不顶饿吗？家里分的粮食就剩那么些了，你全煮了米饭，油也没了，我还说省着些用，能多熬些天，你今天就用完了，明天怎么办？一家人全都去喝西北风吗？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船到桥头自然直，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了。好好吃饭，往后不仅吃饭，还要吃水饺。你不当家就知道信口胡说，就是队长家里也不见得能吃几次水饺。家里那点米，就是不煮饭也撑不了几天。吃的问题你别担心，我肯定有办法。真好吃，妈妈，以后就让他做饭吧。看着3岁的女儿，只是稍微加了点油的白菜就满足了，我的内心又是一阵疼痛。吃过饭，我洗好碗筷，又将厨房收拾了下。妈妈，明天太阳会不会从西边出来啊？我好怕一觉醒来，他又变成那个坏爸爸。很快天色暗了下来，等2个娃睡着后，明天你早点起来去上工，好好挣工分吧。你是壮劳力，底分有10分，却不好好上工，每天就只拿3、4个工分，一年到头才1000个工分。你如果好好上工，工分多了，家里日子能更好些。1个工分才5分钱，就是拿3、4千的工分，也不过才150块钱左右，哪够花销的？你好好上工，我们把日子过起来，好不好？家里你操心，赚钱的是我想办法，你放心，我肯定能搞到钱，会让你们娘仨过上好日子，让你们顿顿吃上肉，家里再买台电视。你缸都见底了，油也没了，家里电都没通，1分钱存款都没，还买电视。躺在床上我并没睡，想着怎么搞钱，今后的路怎么走。凌晨鸡还没叫，我被尿意憋醒，蹑手蹑脚起身，到外头放了水，然后拿起一个尿素袋摸黑出了门。白菜1斤才2分钱，1斤猪肉也不过7毛钱，可1斤木耳能卖到8块钱，这还是计划价格，如果私下售卖10块钱1斤都有人买。进了山林，才走了没几步路，就发现一处木桩，周围都是木耳，借着月光我将其全摘了，最后装了差不多10斤左右的鲜木耳，这才转身出了山林。我并没回村，直接从小路绕着往县城走去，而此时天已经微微亮了，家中童倩和2个女儿也都醒了。妈妈，他人呢？他昨天不是还给我们做饭吗？怎么现在就不见了？是不是昨天我没喊他爸爸，他生气了不要我了？爸爸应该是上工去了，我们去稻谷场看看。他心里也没底，只好带着孩子往稻谷场去。稻谷场已经有了些人，童倩在人群里看了一圈，却没见到我的身影，她的一颗心跌到了谷底，可还是抱着一丝侥幸。有谁见着我家男人了吗？13又没影了，一到上工的时间就磨磨蹭蹭的，他怎么那么喜欢蹭？肯定是去别的生产队借钱了，你家里都揭不开锅了，一个女人带着2个姑娘哇，13又不顶事，往后日子怎么过？要不你跟他离了，嫁给我，我不嫌你，不过你得跟我生个儿子才行。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镜子，真想找媳妇，我帮你说媒，去队里的猪圈里选一个。自家男人不靠谱，要是再不强硬点，得吃不少亏。对付这种二流子，想嘴头讨便宜挖墙脚的，童倩向来不客气。我关心你，你怎么还骂人？死心眼！13在队里借不到钱了，就跑外面去借，倒是没钱还，就把你们娘仨都卖了。我爸爸才不会卖我，他说了会包饺子给我吃，他肯定是去买饺子了。你是坏人，打坏人！自己男人真的跑去别的生产队借钱了，钱债未清，又跑去借外债，这可怎么活？跟了我吧，至少不会挨饿，我会好好疼你。整个公社就没人比童倩更漂亮，这么好的女人，晚上搂着睡觉多舒坦。我媳妇用得着你疼吗？
说完，我走到童倩身边，这是我媳妇，我女人，我要疼一辈子的，谁他妈想撬墙角，我剁了他的掉。说着，我一只手搂住了童倩，一双眼盯着陈大刚。见状，他被吓得话都不敢说了。你跑哪里去了？买水饺去了。妮妮、小朵，走，回家包饺子吃去。我就说爸爸是买饺子去了。一家人往家里走去，稻谷场上好多人，还有些猛。13星子怎么变了？居然护着媳妇了。他刚刚的话好男人，我听着都麻麻的。快要到上工的时间了，回家干什么？你一大早的跑哪里去了？妮妮醒了没见着你，紧张的厉害。不说了吗？我去买水饺了，打开看看。回到家后，我将尿素袋放在地上，妮妮麻溜的打开袋口，看到里面的东西，眼睛瞪圆了。肉是肉，爸爸买肉了，肉，我要吃肉。妮妮看着小朵，童倩惊呼了声，赶紧跑去将门给关上。你哪里弄的这些东西？真去别的生产队借钱了？自己生产队都借不到钱了，别的生产队哪会借钱给我？先包水饺，吃完再说。1个小时后，我盛了4碗饺子放到小木桌上，热气腾腾，香气扑鼻。哇，好多饺子，很烫，凉会再吃。望着小木桌上冒着热气的水饺，还有2个女儿脸上的笑，童倩很高兴，可却又有些忧心。3斤的猪肉呢？这些钱要是节省下来，能买不少米。家里还欠着队里37块5毛钱。你还总说我喜欢乱抠，你自己不也抠搜的很吗？不就30多块钱，成天在嘴上念叨，都说了万事有我，钱的事情你不要担心。说着，我从怀里摸了摸，掏出来一张信封纸，鼓鼓囊囊的丢给了童倩。什么东西？说着，他打开信封看了看，深吸了一口气。你从哪里捡了这么多钱？山里捡的，饺子没那么烫了，吃吧，小口吃。2个娃早就拿着筷子眼巴巴的，闻言立刻吃了起来，边吃边喊好吃，手舞足蹈。而童倩却没心思吃水饺了，钱清点了出来，一共有89块5毛6分钱。他又将钱全部都叠好递给了我。给我干什么？你不会真以为我是捡的别人的钱吧？我自然不信，真要是别人掉的，肯定到处嚷嚷了。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，你是一家之主，这个钱肯定得给你。看着童倩认真的表情，我心中五味杂陈。媳妇，你真好。娃都还在呢，你瞎说些什么话，也不害臊。这钱你拿着，往后我还会赚更多的钱回来。吃完饭后，童倩却变了脸，将我跟2个娃赶出了屋。她一个人在屋里找地方将钱给藏起来。接连1星期，我每天都摸黑进山林采摘木耳，总共赚了600多块钱。家里的存款有600多块钱了，你到底做什么能拿这么些钱回来？村后面不是有片山林吗？里面有木耳，我采了后拿到县里去卖。木耳这么值钱？1斤8块钱，这还是计划内的价格。我去县里卖，不要票，卖到10块钱1斤。这么贵？稀罕的东西就贵，这东西少。村后面山林里的木耳被我摘的没剩多少了，得想别的法子赚钱。有这么些钱就够了，往后好好上工，日子肯定能越来越好。头发长见识短，这点钱塞牙缝都不够。房子得修，电视机也要买台，2个娃都在长身体，营养也需要跟上。说到这，我忽然停了下来，上下打量着童倩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最亏欠的就是你，得给你买漂亮的衣服，戴好看的首饰，让你成为富婆，再也不用为钱发愁。你能改过自新就好，谁还没有个犯错的时候？而就在这时，屋外传来了声音：13，明天是赶集的日子，要不要一起去集市里逛一逛？你要没钱，我可以借你1毛2毛。声回到70年代，我靠采摘山上没人要的木耳赚到了第1桶金，可没想到却被村里的二流子嘲讽。13，明天是赶集的日子，要不要一起去集市里逛一逛？你要没钱，我可以借你1毛2毛的。爸爸，我想去赶集，你放心，我不花钱的，就只看看。明天我们全家都去赶集，顺便买点东西。爸爸，你真好，我好喜欢你，我也要抱抱。见状，小朵也跑了过来，抱住了我的另一条腿。你家里有钱买东西吗？都是20多岁，你却穷成这个样子，也真是难为你了。我要是你就没脸去赶集，不止自己逗人，2个娃跟着也受累。那么多东西只能看，买不起。我压根不搭理他，而妮妮带着小朵在村子里找其他的娃玩，还不断的炫耀。爸爸要带我去赶集，你爸爸带不带你去？我蹲在自家门口，看着面前的一块菜园子，这块菜园子是自家的自留地。要不要弄点白菜，明天赶集的时候卖？1斤白菜才2分钱，卖这个能有几个钱？我想把这些白菜给拱了。净说些胡话，你又不是猪，拱白菜干啥？2个娃晚上兴奋了好久，比往常的时候要晚1-2个小时才睡着。第2天一早，一家人早早起来，我煮点稀饭，吃了稀饭再去赶集吧。到集上去过早。有了些钱，净乱花。童倩嘟囔了一句，不过却没有反对。很快，一家4口来到集上。小伙子，要烧饼吗？拿4个。好嘞，还热乎着，一共4毛钱。我付完钱，大爷高高兴兴的又往别处去了。这也太贵了，1斤面粉才1毛8分钱，能做8个烧饼。照这个价，1斤面粉能赚6毛多钱。今天听我的，不要舍不得花钱。童倩牵着大的，我抱着小的，循着偷偷卖票的人，买了些肉票和布票，还有其他一些生活用品票证。有了票，我们一家又到供销社的门市部扯了些布，买了些其他杂七杂八的东西，这才往家里走。13一下子回来了，手里都提满了，好像买了不少东西。这铁皮桶是在集市上买的吧？是在集上买的，3块钱一个。我说不买的，我男人非要买，说是浇水方便。你男人好啊，知道疼你。不少人凑了过来想看看铁桶，这桶里还有东西，这是香皂。是香皂，我说不用买这个，我男人非要买，说洗澡用这个抹一抹香。我跟自家男人说要买香皂，他说浪费钱，他也不想想我写了是给谁闻的。一众小
媳妇老嫂子挨个的闻着香皂，羡慕的不得了。好多人就是用清水洗澡，讲究些的弄点皂角，可无论如何肯定是比不过香皂。你这竹篮子买的好，里面放的是布吧？扯了10尺的布给2个娃做套衣服，本是打算买成衣的，集市上没有就只能扯些布回家了让媳妇放。我说不买的，他心疼娃，非要扯这么多布。我男人当家，2个娃1根糖葫芦就行了，他非要买2根。我多说了几句，他还凶我。童倩一一的回着村人的询问，言语中满是幸福。就是2个娃也被不少小娃子围着。大刚，你方才不是找13吗？13在这，你怎么不过来说几句话？你找我有事？没事，我就是随口问问，我家里还有事，先回去了。他走得很快，一刻也不愿意多待。而我在村口待了一阵子，一家人这才回家。妮妮和小朵拿着糖葫芦出去玩了，童倩则是收拾着刚买的东西。10尺的布，2个娃1人做1套衣服，还有多的，再给你缝条长裤。我一个大男人穿什么都行，给你和2个娃先安排。那不行，你是一家之主，得要有身体面的衣服才行。你的脸面就是我的脸面。这点童倩有自己的看法，而我没有跟他继续争论。你拿50块钱给我，我去找队长。对了，再给我拿包大公鸡。好，你往外站站，我拿钱。看着关闭的严实的木门，我有些无语。这娘们上上下下都被瞧过，还怕瞧见藏钱的地方。不过女人似乎都喜欢藏洞，而男人对找洞则比较感兴趣。几分钟后，童倩翻出50块钱，拿上1包大公鸡香烟，这才又打开门一起递给我。随即我在村子外的地头找到了队长陈自强。队长，来抽根烟，歇歇会儿。你小子可以啊，都抽起商品烟了，还是大公鸡。香烟一共有5个等级，分甲乙丙丁戊。宫颈农村的香烟不仅要票，还只有丁和戊2个最差的级别。别说平日抽大公鸡，就是过年走亲访友，地上1根大公鸡也是非常有面的事。哟，陈队长，你脚边的草里有包烟，是你掉的吧？这不是我的，肯定是你的，就在你脚边，不是从你裤兜里掉出来的，难不成还是我故意丢的？闻言，陈自强终于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，他笑嘻嘻的将整包大公鸡放进兜里。你好好上工，今天的工分给你算满的，记10个工分，后面按时到点，不要迟到早退。每天也给你算10个工分，以后不要成天游手好闲的，好好上工，把日子过起来不是挺好的？我虽然是队长，可队里这么多双眼睛都盯着，也不能做得太过。队长，我找你不是这个事，家里现在还没通电，你跟大队的电工打声招呼，让他给我家拉条电线，把电通起来。你家都穷成那个样子了，通什么电？一天也用不了多少电，不差钱，通电了屋里也亮堂些，媳妇和2个娃也能方便不少。行，这是你自家的事，你想通电，那我跟大队的电工说声。可就在这时，一个尖锐的声音响了起来：不能给他家通电。我家通不通电关你屁事？你家世道挂户，还欠着队里钱没还，有钱用电，没钱还队里的钱，这怎么能行？我过来找队长就是还钱的。2人争吵的这会儿功夫，不少干活的队员都停下了手里的活，过来围观。谁不清楚你家里的情况？除非是你把媳妇给卖了，才有钱还。我家里什么情况？你能比我懂？你有屁的钱还？家里都穷成什么样子了，还通电？你要有钱还，母猪都会上树了。不用那么急，到年底前还上就行。不差钱，队长，你数数看数目对不对？37块5毛钱。我出门时就说好了。周围的一众村人，包括陈自强、王红梅在内都很惊讶，没想到我居然真的掏出这么多钱。没错，是这个数，肯定是偷的。大家伙赶紧回家好好点点，看看家里的钱是不是少了。我上前2步，抬手就是2个耳光。你打我干什么？你脸上有蚊子，我帮你打蚊子。你放屁，我脸上哪有蚊子？哦，你眼下没看到，我眼睛间看到了，蚊子先在你左脸，后面飞到你右边脸上去了。我这是好心替你打蚊子，你怎么还怪我？你就那么喜欢被扎吗？边上几个妇女都是知晓人士的，听了这话立刻笑了起来。王红梅的浪骚劲，他们很不喜，自家男人的眼珠子都快掉进去了。可平日里也就敢私下说说不是，不敢当面顶，毕竟王红梅是计分员。队长，你就不管他，他打人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不说了吗？是替你打蚊子，他不好牵扯进这些事里去。关键是他察觉到我跟以前不一样了。陈队长，还有个事要麻烦你下，我打算将自留地弄弄，不过差点材料，得麻烦你从供销社那边买些材料回来。说完，我从兜里摸出一张纸，递给了陈自强。这都9月了，你要黄瓜种子干什么？买种子，自然是播种，够1亩地用的就行。9月份种黄瓜，你怕是个勺货吧？你真要能种出黄瓜，我全吃了。美的你家男人的不够你吃，还想吃我的？9月份种黄瓜，就是能出苗，也长不大，更结不出黄瓜。就是要种菜，也可以换成别的。你这完全是在浪费钱，瞎折腾。队长，你就听我的吧，这些生产材料的钱都由我个人出，真要损失了，也是我自己的损失。说着，我从兜里又掏出10块钱，递给了陈自强。不够的后面我再补。那好，明天我去趟供销社的生产材料门市部，替你把这些东西都买回来。谁家自留地给我种，我出钱，1年50块钱。你肯定是骗人的，50块钱你给得起吗？他的这些话也是不少村人担心的。农村很多事说不准，一些地种着种着就成自家的了，可以白纸黑字写下来，谁家要是同意，互相签字了，这50块钱可以提前给20块钱。回70年代，我用大棚种植蔬菜，却被村里人当成二傻子。甜甜在家吗？13，你来我家做什么？这你家的狗什么时候养的？人都养不活了还养狗？
去集上买的，就是为了防着你。你以后再来我家，我就让他咬你。防着我干什么？我又不是坏人。你就是坏人，先前还让我给你生娃，说我屁股大，生的肯定是儿子。小倩姐还让我离你远点。还有这事，自己媳妇都知道，你别冤枉我。按照辈分算，你还得喊我一声叔。我才不喊你叔，做过的事还不承认了，你还好意思提这一茬？我奶那会儿还在旁边，也说你辈分高，不能胡来。你还说亲上加亲更好，呸！不要脸，臭流氓！你要再不走，我往后去集上再多买2条狗，把你的腿都咬断。腿全部都咬断，需要3条狗，这也太狠了。先前的事情，我跟你说声对不起，是我做的太过了。今天特意提了红糖过来，表达歉意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你没安什么好心，不要你的红糖，你拿走。红糖不要无所谓，其实我今天过来主要是2个事情，一个是表达歉意，再一个就是你家的自留地能不能给我种？1年我给50块钱，签了字，摁了手印后，可以先给20块钱。你能有这么好心？2分的自留地，1年可种不出50块钱的瓜果蔬菜。亏损是我自己的事，这个你不用管，只需担心我会不会给钱就行了，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？那行，咱们去队长那里，在队长家里签字，你先给20块钱，我家的自留地给你种1年。不等你奶奶回来，再一起过去签字。用不着，我奶奶不认识字，而且她年纪大了，家里的事情我做主。既然你能做主，那就去队长家里把字签了吧。随即2人一起找到了队长，写下了字据，摁上了手印。我当面将20块钱交给了陈小婷，然后2人这才一起往家的方向走。临到家门口，我将手里的半斤红糖递给了陈小婷，拿着。不要，无功不受禄。不白给，往后有出息了，记得帮帮我的忙。一夜无事，第2天上午，我要的材料就用短车运了过来，在队里找了几个帮手，让人帮着搭大棚。不少村里人过来看稀奇，这么好的菜，全都给摘了干啥？乱折腾！铜钱，你就不管自家男人，简直就是胡来！而我没有理会村民说的话，跟帮忙的人说着怎么搭大棚。竹子做骨架，上面覆盖上薄膜，2侧还挖上土沟，里面垫着些干稻草。大棚的顶部再覆盖上一层的草帘。如果放在北方肯定不行，但是南方冬天温度没那么低，这样的大棚也够用了。都说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当初你要是嫁给我，日子哪会过成这个样子？你长得丑。啥玩意？我男人是不好，可他长得好看，嘴巴也厉害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就是饿肚子那也是我的命。他心里虽然也担心，可在外人面前毫不犹豫地替我说话。带歪了生产队的风气，到时家里缺粮了，没菜了，别找生产队，就是过年分猪肉，你家也不能分，年终结算时得少分。现在神气，还抽我嘴巴。等年终时家里没粮了，手上钱没了，你得跪着求我。村里其他人也是互相交头接耳，认为我又发疯了。建一大棚的活没什么难度，只花了5天的功夫就搭建完成了。等到年前，这批黄瓜就能成熟，到时肯定能卖出去不少钱。1斤黄瓜6分钱，等到过年的时候，市面上没有黄瓜卖，应该能卖到1毛钱，也能赚一些。1毛钱，真要只卖1毛钱1斤，还种什么地，还搞什么大棚？就是烂到地里也不拿去卖。那你打算卖多少钱1斤？至少3毛钱1斤。至于最终到底多少钱，还得要根据市场来决定。就是猪肉也才7毛钱1斤，3毛钱都能买小半斤猪肉了，这有人买吗？到时就知道了。在棚子里待了一会儿，都感觉到有些热了。等天气稍微冷了些，可以在大棚里洗澡，比在屋里洗澡暖和。这薄膜透光，能看见。把草帘子一放就看不见了。到时我给你把水提到棚子里来，在旁边看着，你放心洗。你在旁边，我能放心洗吗？虽有大棚，可这是野外啊，自家男人玩的还真花。时间转眼到了10月份，这天村里的人都聚到稻谷场，准备核对工分，而我们一家人也到了稻谷场。我从兜里摸出烟，先给队长陈自强发了1根，又给其他相熟的人各发了1根。臭显摆什么？不就是香烟吗？大公鸡香烟也就1毛多钱1包，好像谁买不起一样。可不能这么说，买得起是买得起，舍不舍得买又是另外一回事。这根香烟差不多能买1斤白菜了。你平常就跟13走得近，当然替他说话。我看你就是脑袋转不过弯，被他卖了还帮着他数钱。先前他喊你们几个去帮着搞自留地，耽误了你们好几天的工，1根香烟就把你给打发了，还替他说好话。你知道个屁！如果13后面还要搞自留地，还要我帮忙，我还乐意去，给13哥帮忙，干饭管饱，菜是猪油炒的，还有青椒炒鸡蛋。你们也别替他说好话了，瞧着吧，他这个冬天不一定能撑得过去。而就在这时，队长陈自强开口说话了：好了，都别说话了，安静些。王红梅，你把各家各户9月的出工都喊一喊，对一对，有意见的当面说清楚，有错误的改过来，没有问题的不用出声。在对工分之前，我得批评一下13，自己一家不好好上工，还带着其他的队员游手好闲，不务正业，简直就是败坏风气。你今天必须要当着其他队员的面，当着队长的面表个态，往后不能再不务正业，得要将心思放在队里的农业生产上面。闻言，我直接向前走了几步，吓得王红梅捂着脸往后退了好几步。你想干什么？又想打人？我不是在公报私仇，我只是在为生产队考虑。你是不是想做队长？我怎么想做队长了？你如果不想做队长，怎么把队长的话全部都给说了？你是技工员，记好每个人的出工，不发生错误，不漏记，这才是你的职责。阴阳怪气，生产队不好，你这不就是认为队长没做好吗？你表面在批评我，实则是在暗示队长没搞好工作。我没有。还狡辩，你要针对我，就冲着我一个人来。
不要拿我当借口，实则是想要自己做队长。你是不是还偷偷的跟大队打报告，说生产队的不是？闻言，陈自强的脸色越来越不好看。王红梅有过类似的前科，绕过生产队的领导，跟大队打报告，最后生产队的领导被批评了，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让你对公分你就对公分，说其他的做什么？队长，我真的没有打报告，我就是看不惯13。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，你打报告就打报告，我不怕，不要耽误大家伙的时间，赶紧把公分对一对，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。其他的事，其他的话不用你来说。闻言，王红梅念了起来，可念个4、5户就会出现错误，要么是计算公分总和的时候算错了，要么就是明明那天干了活，只因为他没有条件就没算进去。你到底会不会算？成天骚里骚气的，算个数都能出错，还不如小娃子。而我们一家站在一起，陈小婷则是站在童倩的身边。甜甜想不想做技工员？做技工员？王红梅大字都不认识几个，她就不适合做技工员，耽误大家伙的时间。这个活的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，我觉得你蛮合适做这个工作。你要有这个想法，我就帮你拿到手。这个活当然好，只不过王红梅好像在大队里有靠山，就是队长也不敢将她换掉。就在2个人说话的功夫，王红梅朝这边瞟了一眼。下面是13一家9月份的公分，一共是220个公分，真是丢人。夫妻2个，一个月公分才220个，这个公分不对，我自己记得是246个公分。都这么点公分，对不对有什么关系？真是爱计较。真想给他一巴掌，记错了就是记错了，居然还怪起自家来了。而童倩上前和王红梅对了对公分，发现是少记了妮妮和小朵的公分。2个小娃也会做一些事，底分不高，但是多多少少也有，却没有记上去。你怎么总是弄错？前几次也是，总是漏了我家的公分。你这什么意思？这么多家算错了不是很正常吗？记公分是个累活，看着轻松，实际上很难。大半夜的我还得要在家里核对，眼睛都看花了，家里的电费都多了不少。你真的认为记公分这个活很累？当然累啊，你没干过这个，不知道这个有多辛苦。看着只是写写画画，但是要花费不少精力。既然这样，那记公园的事你就不要做了吧。假如你能回到70年代，会不会将屎一样的生活过得精彩吗？接上集。陈明彩，你是死人啦！你老婆都被人这样欺负，你就不说句话的？你刚刚不是自己说不想干这个活了吗？太累了，不干也好，正好省点电费。我怎么就嫁给了你这个废物？当初真是眼瞎，你老婆被人扇了2巴掌，脸现在还没消肿，你连个屁都不放，现在又被他搞得记公园的活没了，你也是连个屁都不敢放。你今天要不教训教训13，往后就别想上老娘的床。13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你不该动手打人的。我这是在替你教训他，你好歹也是个男人，哪能让女人给拿捏了？就王红梅这彪悍性子，平日里在床上恐怕也是他喊耗子。一个大男人该顶天立地的，一个女人都顶不起来，你不憋屈吗？闻言，陈明才羞愧地低下头。在家里，他的确压不住王红梅。老话不说了吗？女人3天不打，上房揭瓦。他没了技工员这个身份，往后在家里就没那么神气了。你得拿回主动权。13叔真坏，的确是坏，以前是明着坏，现在是暗地里坏。静一下，9月公分的事情说完了，大家都散了吧。散会后，我则是回到家中，可刚进家门就听到喊声：“姐，妮妮，小朵。”他们娘仨到地里收番薯了，你进屋坐会儿，我给你接杯水。不用了，我过去找他们。他们等会就回来了，用不着去找。说完，我摸出一根烟点上，童曼瞥了我一眼，往旁边挪了些。不喜欢我抽烟？你就是抽死也不关我事，是不喜欢你。没见过你这样的男人，自己在家玩，要老婆孩子去生产队里干活。我姐哪里对不起你了？哪里不好了？要被你这样糟蹋？说着，他瞥了一眼我手里的烟，兜里没几个钱，还学着人城里人抽起了牌子烟。烟搭桥，酒铺路。要想做事，烟和酒还是蛮重要的。抽的不是烟，是人情世故；喝的不是酒，是立身处世。贴，也就我姐脾气好，性子温软，被你这么欺负，还不肯离婚，还顾着家，期待你好转。要换了我，半夜睡觉时，非得拿把剪子咔嚓下，让你知道厉害。说着，童曼还在我某个地方多停留了几秒。你人长得这么好看，脾气也得要跟你姐学一学，凶巴巴的，小心嫁不出去。前世娘3自杀后，小姨子找了个机会请我吃饭，不仅一直劝酒，还宽慰让自己不要太伤心，要振作起来。结果等我喝醉后，却被他狠狠地揍了一顿，脑袋肿了好几天。你想的倒挺美的，学我姐的脾气，好被你欺负是不是？人总是会变的，不要以老眼光看人。我现在就变了，懂得体谅你姐的辛苦。你没瞧见家里现在情况跟你以往来的时候发生了一些变化吗？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这么些年都没变，突然就变了，肯定是憋着坏了。他没再理会我，而是坐在小板凳上想事情。10分钟后，童倩就回来了，身后跟着2个小跟屁虫。妮妮，小朵，快看，是不是小姨过来了？妮妮，小朵，快过来，小姨给你们带了礼物。谢谢小姨，小姨你真好。小姨，我跟你说，我家里养了2头小猪，我带你过去看，我们一起喂猪草给小猪吃。家里日子都这么难过了，人吃饭都困难，怎么还养了2头猪仔？你姐夫让养的，他说等到过年的时候做成腊肉，往后吃肉就没那么难了，能给妮妮和小朵补补身子。他能有那么好心？姐，都说宁拆一座庙，不毁一桩婚，但是你这个情况，我真的心疼。你姐夫变了，知道心疼我了，也关心2个女儿，家里的日子现在好过了不少。放心吧，我没事的。
的，你就是死心眼，就是好欺负。要是他再敢动手，你跟我说，找个机会我非得好好的将他揍一顿，替你出口气。姐妹俩聊着天，喂完了猪草，便到了屋里坐着，而我则是提了一只鸡回来，在村里买了一只鸡，等会儿宰了炒着吃。你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？别老把我想的那么坏，以前的确是我对不起你姐，不过往后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将你姐照顾得很好，也会将2个娃养得很好。小曼，你做会，我去做饭。今天这顿饭我来做，小曼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你跟她好好聊聊天。1个多小时后，我将1大碗炒鸡块、1碗猪油白菜、1碗丝瓜鸡蛋汤放在了小木桌上。吃吧，尝尝你姐夫的手艺，看看这鸡肉味道如何。闻言，童曼并没有动，而是谨慎地看着我。你是不是想借钱？你老师的工资1个月才几个钱，放心，不找你借钱，彩礼也没多，就是感谢你一直以来对你姐的照顾，对妮妮和小朵的照顾，这本该是我的责任，却让你分担了。等往后你结婚了，我给你封个大红包。还大红包？你能封多大的红包？就知道过嘴瘾。吃鸡，尝尝你姐夫的鸡巴，看看味道怎么样。一天无话，第2天一早，童曼吃了早饭便往县上去，我将他送到村口。后面你要是到县城没地方休息，可以去学校找我，我一个人住，学校有食堂，饭菜便宜。这次没给你带礼物，你也不要往心里去，下次再过来，我给你补上。我又不是小娃子，不用那么客气。别多想，要不是你变了，知道顾家，我才不会跟你说这些，还不都是为了我姐。木耳那么值钱，就好好的采点木耳卖好了，别老瞎折腾。自留地搭个棚子，种黄瓜能卖几个钱？看不起黄瓜？你姐夫的黄瓜肯定会让你大吃一惊的，瞧着吧。你的黄瓜能有什么稀奇的？又说了几句，童曼便走了。我也回村继续刺弄着黄瓜。一晃日子就到了11月份，黄瓜也开出了花。村里原本看笑话的村民也不再阴阳怪气了。生产队的番薯也收获完。这天各家各户在稻谷场分番薯。壮劳力50斤番薯，老人40斤，小娃子30斤，称了就拿走，不要影响后面的人。我们一家分了番薯，挪到旁边，自己媳妇和女儿在慢慢的往家里搬。我没帮忙，而是走到陈自强身边，给他递了一根烟。你棚子里的黄瓜开花了，开花了，10天左右就能成熟，到时摘些给队长你尝尝。队长，这天冷了，大队的拖拉机也不怎么用，你看能不能借过来，我好把黄瓜拉到县里去卖了。个人借怕是会有些困难，不能以个人名义借，得以生产队的名义才行。我抽空去大队问问。多谢队长，等黄瓜卖了，我以个人的名义给队委捐一辆自行车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捐给大队还是生产队？肯定是生产队。陈队长还有队委的其他人，为了帮助生产，时常要去大队甚至公社开会，有辆自行车代步，能方便不少，这也有利于生产队的农业生产。还是你觉悟高，很不错。你放心，拖拉机的事肯定没问题。大队有2台拖拉机，借1台过来用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你还有什么要求没有？只要生产队这边能办到的，肯定办。的确还有个事要麻烦队长，黄瓜打算拉到县里卖，得开个证明，证明黄瓜是自留地种的。这个没问题，证明我给你开。事情谈妥后，我这才跟媳妇和女儿一起将剩下的番薯运回家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黄瓜开了花后，一天一个样。今天炒黄瓜吃，我去队长家里一趟，猪等我回来喂。说完，我拿着黄瓜送到了队长陈自强家中，两人又交谈了几句。我回到家后，又给村里几家比较亲近的送过去。你的黄瓜真长成了，20多公分长，有点弯，天有点凉，拿在手上硬邦邦的。想吃就自己去黄瓜棚里摘。13叔的黄瓜对你不设防，天冷了火没那么多，空闲的时间多看看书。信你13叔的，多读书肯定没错。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为你争取鸡公园这个活？闻言，陈小婷瞪着一双丹凤眼，看着我，先是点点头，然后又摇摇头。你这样子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？有人跟我说，13叔你给我争取技公园的活，是为了让我给你生儿子。我是那样的人吗？你一直都是这样的人，现在不是旧社会，不能娶小老婆。要是旧社会，你就同意了，别想差了。为你争取技公园的这个活，是我觉得你肯定会有出息，将来别忘了我就行。要有机会就拉一把13叔，给我做个靠山，让我靠一靠。我又宽慰了他几句，这才离开。3天后的清晨，我摘了第一批的黄瓜，6分地总计有1000余斤，放进了拖拉机里。陈东升和陈伟2个人一左一右的坐在拖拉机后面，我开着拖拉机往县城去。40分钟后，13哥去哪里卖黄瓜？去菜市场吧，县里肯定有菜市场，我们把黄瓜拉到菜市场旁边。不去菜市场，菜市场是国营的，我们跑人门口去卖菜，跟上门踢馆有什么区别？找个人多的路口就行。我跺了跺脚，稍微暖和了些，这才将拖拉机开到一个人流比较多的路口。清脆的黄瓜，有些上面还带着花瓣。刚停好车，几个路过的居民视线便瞧过来。13哥，黄瓜价格还没定，咱们卖多少钱1斤？